这次拜习会之后，大家当然都有各自的解读哦。那其中我们看到《华盛顿邮报》的专栏啊，导师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有关明年哦，也就2022年的2月4号的北京冬奥哦。有人说这个可能美国会借此机会来对中国施压，然后来透过这个西方国家的一个联合抵制要求中国做一些改变。而中国当然我相信他也努力的想要来做一些反制，这毕竟是他一个举办国际赛事，是一个展现民族这个厉害了我的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些机会哦。所以这到底是真的有可能西方国家会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抵制，还是说运动员会去，但是这个有关这个高官哦，就是代表性的层级会降低？这现在当然还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毕竟还有一段时间哦。那显然各自会透过这样的一个国际赛事来做一些角力哦。那针对这个议题我们也想请教一下阿姨，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状况？对于中国来说，这无非是证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它必然要通过新疆、西藏、台湾或诸如此类问题，给中国恢复帝国之路、恢复历史帝国光荣的道路上制造障碍。所以从根本上讲，中国绝无可能作为国际体系的普通一员，作为一个普通的正常化的民主国家参与这个国际体系。参与这个国际体系必然就会导致中国解体。中国怎样才能够避免他们抵制呢？像苏联撤出阿富汗一样撤出新疆，那就是意味着放弃大清帝国的历史遗产。直截了当的说，这跟台湾问题一样，就等于说是要中国放弃它作为帝国的身份，这就是要中国解体，像苏联一样解体。而中国崛起正是为了恢复帝国荣光，避免遭到苏联下场。这只是强化中国对西方国际体系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所以无论西方国家采取什么做法，不采取什么做法，都只会坚定中国在西方国际体系之外另外搞自己的一套，在实力和机会允许的情况下推翻这个对自己不利的内在隐含的要求中国解体的这个国际体系的决心和意志。